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2月2日晚间16点34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昨天道指出现了一个0.56%的下跌，市场呢在前天大涨之后啊，因为美国鸽派声音，鲍威尔的鸽派声音大涨之后呢，昨天出现了回调。这个回调呢，是因为美股要等待今天晚上9点30分啊非农数据的公开啊，那非农数据呢往往会引发美股的一个巨大波动啊。我们在前面行情当中看到了，就是在这个位置10月5日左右这里啊，非农数据公布呢，让美股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回调，所以呢未来几个小时非常重要啊，行情呢都在等待21点30分美国公布非农数据之后才能判定方向。那我们根据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一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呢，我们看到啊，本轮行情已经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啊，单独走出了两根阳线，也就是周线级别的本周和上一周的阳线。这两根阳线走出来之后呢，我认为行情还是非常有可能走出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回调，最终呢回调到这个下跌趋势线当中，最终呢出现一个平行于2020年2月份的这波行情。所以呢，目前为止虽然美股出现鸽派声音，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但是我认为后面的行情还是有机会有可能出现巨大的下跌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啊，比特币啊今天的行情是完全跟随美股的，也就是说昨天晚间美股的下跌呢，影响到了比特币影响到了比特币最近2天的行情。然后我们回到比特币来看一下。那么比特币呢，目前来看啊，在4小时级别和小日线级别上啊，它出现了4次等位置波谷。那么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呢，行情容易出现一个下跌但是没有出现。那么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窄的收敛三角形，为多头酝酿了一定的机会。但是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上冲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阻力线169日均线形成了一个阻力线当然了，这是4小时级别的169日均线，所以呢，到达这个位置上，上方169日均线，也就是17500美金，构成了目前行情的一个阻力位，并且在这个阻力位之前呢，我们观察到行情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细游这里呢我们要对比来看因为美股呢已经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周线级别上涨细游完成之后，它又单独走出了2根阳线。但是我们观察到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上仅仅走出了4小时级别上涨细游，因为比特币呢它和美股不一样比特币往往它有一个4年一个牛熊的一个规律，所以呢在当前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比特币依然处在日线级别和周线级别的下跌细游当中，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下跌的趋势，所以呢，比特币的反弹的时间级别仅仅是4小时级别，是远弱于美股的。所以呢，如果美股出现快速的下杀，一定会带动比特币走出最终的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细游。我们看到11月8日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来之后走8阶阴线。后面的所有的震荡呢，都是围绕这个8阶阴线展开的，所以呢，在日线级别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比特币日线级别的下跌细游还远没有结束。如果出现日线级别下跌细游呢，它会引发什么呢？引发更大时间级别的下跌。我们看到了在周线级别上，悟空阴线已经走出来了，那么后面的行情当中可能就会有8阶阴线、杀色阴线、搪塞阴线，最终走周线级别的下跌细游，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10500。所以呢，目前行情当中大的趋势仍然是下跌趋势，在下跌趋势当中出现了一些反弹，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要关注17500美金这个4小时级别169日均线的这个压力那么今天晚上21点30分美国要公布非农数据这个消息落地的时候，无论多空，无论非农数据利好还是利空，
比特币往往都会跟随美股出现一个插针式的上行动作。那如果是利空的话，比特币很有可能快速回到焦点位这个位置上。我们认为呢，行情当中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收敛三角形的焦点位置，相当于一个黑洞。在这个黑洞即将到达的时候啊，它的价格很容易受黑洞影响被吸引下去。所以呢，重点关注今天晚上美股美国的一个非农数据的公布啊。同时呢，当前时间已经处于12月2日了，我们判断本轮熊市低点发生的时间可能会是在12月15日这是根据18年行情和15年行情这2年熊市当中低点特别容易发生的时间给出的判断。同时我们给出15年和18年它的熊市过程当中，比特币的最大跌幅都是在85%。那么本轮行情，比特币还有一定的下跌空间，才能到最终的下跌最大幅度85%的这个位置我们看测量一下，现在最大跌幅是78%左右，77%那么后面的行情当中还有一定的下跌空间和下跌动能特别是在10月8日这根阴线跌破了$19,000这个关键性点位，我们看到行情已经跌破了黄色线，这个示意图当中的黄色线波谷连线的这个重要的支撑位。所以呢，当前的所有的反弹，我都认为是对18500到15500这个区间上的一个回补动作。我们看到这轮行情出现了1次回补、2次回补、3次回补，那么目前行情正在走第4次回补。4次回补对这个筹码的空缺区已经进行了非常完整的回补动作。所以呢，后面的行情当中，如果回补完成之后依然是看空的，原因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趋势在这里面还是非常明显的。虽然出现了美国一个这个鸽派的声音让比特币出现了一个反弹8%的动作，但是反弹8%的这个动作呢，这根阳线也就是11月30日的这根阳线，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悟空阳线，也就是多头方向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如果它能够完成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的话，我们判断它又重回到了2万到$19,000，这个是大概率可能不会发生的。所以呢，行情依然是以做空为主特别是我们看到了这里面有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预期那么在这里面关键性的点位就是$17,500这是一个非常短线的一个点位原因就是169日均线169日均线和144日均线这个4小时级别的依然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那么169日均线呢，就构成了短时间内对行情的一个压力。在行情当中，我们要做趋势是下行趋势，要做位置是4小时级别的压力呢。你最终呢，要在这个好的位置的基础上控制自己的仓位，设置止损呢，最后可能获得趋势上到达$10,500的一个超大的利润。然后我们看一下比特币的行情，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已经找到了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我们看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价格目前处在一个非常明显的压力位，这条压力位呢是10月30号波谷连线延伸过来的。所以呢，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价格在压力位附近因此呢，以太坊这2天的行情当中没有跟随没有出现一个独立的一个反弹行情，甚至呢稍显弱势那在以太坊对 USDT 的价格上，我们看到以太坊对 USDT 的价格上，在4小时级别上已经和比特币类似的走在了169日均线这条压力位附近同时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级别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在收敛三角形的这个形成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日线级别悟空阴线和8节阴线。那么在未来可能会出现日线级别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这是针对日线级别来说的。同时呢，在更大的一个结构上来看我们在5月份波峰连线和6月份波谷连线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是发生变盘的这个位置。发生变盘它有多种可能
可能会直接跌下来，也可能是反弹之后绕行过焦点之后再下跌。所以呢，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重点关注的是4小时级别1690均线和日线级别的1690均线。那么4小时级别1690均线啊，它已经目前的价格接近$1300，已经在这附近了，所以呢，你应该有一个空单。那么随着行情的反弹过程，它可能会到达的点位也就是$1400，这是144均线和169均线横盘过来的一个位置。同时呢，我们要看长做短啊。虽然目前日线级别144和169走平了，但是在行情当中，我依然认为它是一个下跌趋势的中继啊。这里面有一些缠绕的过程，但是我们看到黄色线也就是144日均线啊，依然处在一个在下面的这个位置，所以呢，未来有可能会继续往下走啊，最终呢144日均线跌破169均线啊，形成它的一个缠绕过程，并且呢144日均线是一个快线啊，未来可能会跌下来，所以呢，这个位置是不看反弹的啊，依然可能会发生继续的下跌。毕竟呢，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啊，在这个位置上，它的144和169依然处在下跌趋势。那日线级别它有可能只是做一个缠绕动作之后继续下跌。那么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以太坊目前的最大跌幅和比特币对比的话已经最大跌幅是82%啊，那比特币是78%。那么不同的是，以太坊在18年和16年的行情当中，它的最大跌幅呢是在95%。那所以呢，目前我认为以太坊还有非常大的一个做空空间。那么找位置的话，你可以在144日均线，也就是当前价格上布局一个空单然后在日线级别的这个169均线，也就是$1400布局一个空单分布式布局，最终呢可能获得这个以太坊的下跌的利润。我们在行情当中往往看到以太坊的波动是超过比特币的，所以呢，以太坊目前还有非常大的下跌空间，这是相对于比特币来说的。那么最近一段时间由于以太坊和比特币的反弹，我们关注的热点板块轮动呢，你要关注哪个方向呢？我认为 BNB 呢是一个比较好的可以关注的现货的一个行情。在这里面可以做一些关注，因为我们观察到整轮行情 BNB 其实跌的并不多，我们可以测量一下它的最大跌幅仅有74%。那我们看到了比特币的最大跌幅是78%，以太坊的跌幅呢超过了80%，而 BNB 呢目前当前的价格它距离高点的最大跌幅，它的跌幅不是最大跌幅它的跌幅仅有60%，所以呢 BNB 在这轮行情当中相对来说是非常稳定的。作为对冲来说，你对比特币和以太坊都看空做空，但是对冲一些山寨币，对冲一些次主流币种，会让你在这轮行情当中囤到一些现货，并且通过这样的对冲现货和合约的这种方式对冲，能让你的资金更安全一些。然后呢，我最近观察到BNB 币安平台最近做了很多这个上新的动作，这些新的币种出现了一波很大的拉升我看到昨天有一个币种$2，后来涨到$2.44它的开盘价格突然就拉升到$2，然后今天很快就涨到$2.44，证明这些热点呢依然在新币种和次新币种上。所以呢，这些币安平台上新的币种最终如果出现回调的话，那么资金很容易走向BNB 的交易对走向也就是说 BNB 和这些上新币安平台的币种它形成了一个跷跷板效应资金的跷跷板效应。所以呢，你还不如去关注一些 BNB 去抄一些 BNB 的底，或者布局一些现货，慢慢布局一些现货，对冲你做合约上的一些风险。然后在这2天回调的过程当中，我们关注到Mask 这个币种出现了一个继续上攻的表现。那么它的上攻动作呢，我们一定要观察它的时间级别
首先呢，它做出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收，然后做对称性的日线级别下跌，对称型日线级别下跌完成之后，做4小时级别的收敛动作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它发生了一个上攻。上攻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冲破了1440均线和1690均线，证明3.2美金构成了它的一个支撑位目前这个支撑位已经产生，所以呢，对于 Musk 来说它的波动性逐渐正在增大，但是它的趋势呢依然是在一个上涨的趋势当中，所以呢重点可以进行关注。然后如果做止损的话，你可以在3.2、3.3美金，也就是4小时级别1690均线这个位置上做止损动作。那在未来的行情当中，我们观察到走出一波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经过调整，很可能把这个时间级别，也就是上涨的时间级别放大。我们观察到这个位置上已经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悟空阴线悟空阳线，周线级别悟空阳线之后走悟空八戒阳线，八戒阳线走完之后，很可能会走周线级别的山层阳线和唐层阳线，最终呢可能会这个价格会出现一个翻倍毕竟呢我们看到底部量能放大，并且价格持续上涨，这是在周线级别来看的。所以呢，对于这种资金受到资金关注量能放大并且是当前推特板块的热点来说你可以做一定的关注同时呢还可以关注的币种是 DYDX 毕竟呢这轮行情我们观察到中心化 DeFi 交易所中心化 CeFi 交易所和这个 DeFi 交易所正在发生一定的轮动行情，所以呢，如果 BNB 出现上涨之后，紧接着要做上涨动作的话，我认为是 DYDX 这种去中心化的合约交易所的平台币种。那么在当前的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DYDX 它的主要支撑位已经是在日线级别的1440均线和1690均线，也就是在 1.8 美金附近。那么现在它价格依然在 1.8 美金之上，所以呢还是存在一定的机会和板块轮动的机会。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吸收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主页右上角的这个位置上找到我这本书的一个链接，同时可以在淘宝网、当当网上购买我的同名书籍K 线吸收战法同名书籍。那么在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